从这个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蔡英文政府不断宣称，似乎看起来也是这是台美关系呢最好的时刻啊。这个蔡英文政府不断把这个来当大内宣，当然美国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表态，包括一些言语上的一些支持等等。所以这2年我们看到了，特别是在这个川普狂人政治的那段时间，美国不断在讨论呢，是不是由过去对于这个台海的所谓的战略模糊要转为战略清晰。为什么要转为这个战略清晰呢？当然就是因为在过去呢采取这个模糊措施假设中国大陆对于这个台湾呢有这个武力行动，美国到底要不要这个出兵保护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事实上，美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诺，没有任何具体的承诺，所以这就是美国向来所主张的这个战略模糊政策。但是此刻的中国大陆呢，今非昔比，它的各方面军事力量包括它的经济等等，都已经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所以在美国内部有很多的讨论，包括五角大厦，包括白宫，包括华府等等，很多专家认为是不是要从战略模糊政策转为战略清晰，认为唯有这样呢才能够让中国大陆理解到，确实理解到如果说这个武力进犯的话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点蔡英文政府当然可能又拿这个来当大内宣。是的。但是别忘了，最近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接受《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他清楚地告诉大家说，美国呢将一直支持一个中国是的。美国支持一个中国，当然这个论述呢已经谈了很多年，每一次呢在重要谈话一定会有这个框架。是的。但这次他强调是一直支持。对，就是他没有改变一个中国原则，从来没有改变。以前不会，现在不会，未来也不会所以赖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战略清晰？它需要一个红线，美国把这个红线守得死死严严的。是这样子因为故事有点长。最主要的就是说，台湾是不是一颗美国可以打的棋子？这个地方开始。那美国如果说把台湾当成一个棋子，而台湾也愿意当棋子，然后这个棋子对美国政府有利，对大陆不利，对台湾是有利还是不利会不会给它带来危险？这个都是值得探索的。但是重点是在于，对美国有利的话，美国就愿意打这个棋子了。是，当然，因为他买空卖空嘛。对，台湾又不是他的。那这样的话，他只要打台湾牌，他就可以获得利益的话，他当然要打台湾牌。那这个故事是我为什么会说故事要从很远的地方说起呢？这个就是在小布希时代。对，小布希就是在美国共和党的时候，当时在台湾就是民进党的陈水扁，对，他在台湾执政，然后大陆在那段时间，整个国家正在经济体制改革，在开放。对。但是总体国力还不够强，军事力有增长，但是不够强，渡海作战的能力没有，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当陈水扁在搞这个一边一国，往这个独的方向走的时候，这个对大陆来讲就很头痛。那大陆要处理，可是他要渡海作战，没有这个能力，那怎么办？那就美国就出来了。就我帮你处理，我帮你约束陈水扁不要往独的方向走，但是要交换条件。是，那交换什么呢？交换的第一个，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你对我美国的提议不能投下弃权票。可是全世界5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是常任理事国。可是当你不能投弃权票的时候，中国大陆等于在联合国的影响力跟作用就被牵制住了，所以不能够否决也就不能否决美国人的提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第二个呢，就是朝鲜的问题你要帮我处理。那朝鲜问题要非核化嘛，这个也符合中国大陆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原则。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怎么样使朝鲜它不要再去提炼那个浓缩铀，那就要宁边的核设施要停止运转。那朝鲜就说，那我投那么多钱了，那这个该怎么算？好，美国就要求相关的国家包括日本给外汇，美国说那我给你种水但是中国大陆要给粮食跟汽油，就原油，来满足这个朝鲜的需要。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经济也不是好到哪个地方去，可是呢，你就必须要把这些粮食源源不绝的越过鸭绿江送到朝鲜去，还有很多原油要送过去。这样的情形就使中国大陆就被牵制了。朝鲜半岛、伊朗的问题也是一样。好，所以您就可以看到，美国当时就打的台湾牌，给他获利很多。除了这个以外，还有经济的问题。
波音卖不出去，要中国大陆买美国的波音；玉米、牛肉要中国大陆买美国的玉米、牛肉等等，这样的情形，大陆很清楚的知道，在那段时间忍气吞声。可是隔了10几年过来了，中国大陆是站起来了，越来越强大了，军事利益有很大的变化，然后这个整个经济、科技各方面都开始往上发展的时候，川普刚上台的时候，他也想打台湾牌，他想走这个共和党小布希的路线，因为也刚好就是在民进党的蔡英文执政，所以川普又开始要打台湾牌了，开始要把台湾的外交关系，把台湾的这个对外的关系一直拉高，一直拉高，然后。但是问题就在于，大陆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更何况大陆是习近平领导的大陆，那不一样了。他怎么可能让你再去打台湾牌？美国一个国家如果给他破口，日本跟着走，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都跟着走，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那就不可能让你美国可以打台湾牌。你可以看到，当美国的川普这一任台湾牌都打无效的时候。当拜登继续要打台湾牌，事实上中美因为台湾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了，越来越紧张，那当然就开始出现了一个论调，这个论调就是大陆相当有可能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两岸的问题，因为台海的军事的活动密度都比以前更强。这个就是大概这几个月内我们密集听到的，包括这个美军的这个印太司令 Davidson， 他不是讲吗？他连时间都讲了，在6年之内啊，他就觉得这个解放军一定会武统台湾。在我们台湾呢，大概这半年当中，这个话题不断的被提醒。事实上，我们也讨论过。那么当然，很多台湾网友可能很天真的还是认为说，以目前我们台美的关系，美国一定会出兵保护台湾哈。就在台湾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论述。当然，我们也看到民进党的网军在刻意往这个风向带，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信任美国这个老大哥，因为这是我们台湾最坚实的盟友。但是毕竟呢，第一个，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或者说法律国家，或者说其实扒开政治的这个现实，它还是一个以美国为利益为最大出发点的一个国家。当然，首先要保护自己哦。所以他如果说他要出兵的话，第一个法源是什么？好，很重要啊。第二，他能不能对国内的这个政治势力交代等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战略模糊，其实主要是在1979年，美国有一项这个国会的法律啊，明确规范啊，任何以和平手段之外啊，来这个决定台湾未来的举措，都将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啊，严重关切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老师很清楚，它就是一个外交辞令啊。严重关切它的范围可以很广，就是说我严重关切的方式有很多，但是不是包括一定是出兵呢？未必嘛。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尤其是这个蔡英文主政之后，好像美国很坚实的站在台湾后面，但是除了不停要我们买军售哦，偶尔这个跟日本军演一下，跟日本提到台湾，或者是说在言辞上啊强烈支持台湾之外，他有没有对我们台湾提出过任何假设台海现状改变，他会出兵，或是他会如何保障台湾的安全？这部分事实上是付之阙如的，从来没有听过，大家有没有想过？所以我说，之前很多人的这个论述，美国出兵，这个中国大陆如果出兵侵略台湾的话，美国会出兵保护，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回到美国国会的这个法律的一个规范。我们讲好了，我们用反推的方法。对。那也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的战略模糊嘛，是。那现在要不要战略清晰嘛？那我们就来定义战略清晰。战略清晰的态度就是说，那我就很明白的告诉你，我会做还是不会做。那也就是说，第一个，因为要清晰了嘛，我的态度要摊开了，那也就是我把牌都打开给大家看了，这个才叫清晰嘛那就有2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就是我美国借助打你，就是大陆用武力攻台，美国就直接出兵跟大陆对打，这个就是战略清晰的第一个选项，互相毁灭。对，那第2个选项那就是不打，也是战略清晰嘛，就是大陆攻打台湾，美国绝对不会出兵介入，所以叫做不打嘛。那但是我会间接的帮助，但是我绝对不会出兵介入这个就是战略清晰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美国直接会介入的，假设美国的战略清晰是这样定，那您刚刚谈到的法律的问题，要不要修法？
是的，对。好，第一个要修法，那中美的3个公报就没有了。因为台湾关系法就要凌驾于中美三公报，而且台湾关系法里面的您刚提到的，以非和平手段来解决两岸问题的时候，美国要不是关切了，而是要军事介入了。然后再来呢，台湾关系法里面有宣布，就是说美国不会介入两岸之间的对话，美国不会促成双方任何一方跟对方对话，这个都全部要删除。是。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就要整个拿掉，因为它的台湾关系法的精神，那就整个去掉了以后，它就要跟中华民国要跟台湾建交了。那一旦要跟台湾建交，那就要跟大陆断交。那跟大陆断交就是全面脱钩。这个部分姿势体大，当然你想想看，光是通过他国会这一关啊，可能性很低，他的国内的这个反弹会有多大？特别是美国，我们看到在介入中东战争这个数十年来的这个流血、花费这个人力物力之后呢，美国国内怎么会同意啊，在如此遥远的一个台海，美国再度做出一些军事保证啊？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无论如何，五角大厦也好，白宫也好。这几个月，这半年多来，不断在提出这个辩论跟讨论，也显示他们至少希望把这个模糊呢变得稍微清晰一点，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晰，但是稍微清晰一点。所以在模糊跟清晰当中呢，可能又往清晰的路上去靠拢，但是又不敢那么清晰。所以在这里我要问赖老师，就从几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清晰对他有利还是模糊对他有利啊？那第二个，对我们台湾来看，清晰有利还是模糊有利呢？对台湾来讲的话，它的清晰是希望能够你承诺立法。然后两边定条约，然后你会直接介入，太清晰了。那也就是能够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是。那也就是跟中华民国要建交，对不对？那可能吗？这个可能性是0。对美国来讲，它的弹性也会太少了啦，对不对？也不符合它的利益。但是问题就在于模糊有模糊的缺点，清晰有清晰的缺点。是啊，严格上来讲。美国介入台海的问题，对美国现在来讲，我个人的推断，对美国人来说，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烫手山芋。也就是说，原本台湾如果能够当成美国人可以从中获利的棋子，那这个棋子对美国人来讲是有用的、有益的。可是如果说它不能够获利的，不能够成为棋子，那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建立起来就危险了，就变成烫手山芋了。那也就是我刚刚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当大陆不可能因为你美国打台湾牌，例如说帮中国大陆来约束台独。中国大陆现在态度就是我直接约束台独，不需要劳你美国伤脑筋，啊，他的态度就是这样子。那换言之，也就是你敢台独，我就直接打你。你敢台独，我就断掉你的经济。你敢台独，我就怎么样？那这样的话，就是中国大陆现在是我直接打击你台独了。那不需要你美国插手的情形下，那对于民进党的台独来讲，对美国人来讲，他们的关系又这么的密，美国放也不是，拿也不是，那怎么办？是，当然，这个美国在讨论这个战略模糊转为清晰，他们有几个思辨的一个焦点啊。第一个焦点就是第一个，刚刚赖老师讲的，就是中国大陆整个崛起对他们的威胁来讲很大。那么过去呢，也许大陆在想要这个武力犯台的过程当中，他会考虑很多，但是现在他的这个能力啊，各方面毋庸置疑啊，可以说是囊中之物。所以认为呢，如果说是这个战略转为清晰的话，可以有效的给中国大陆释放一个讯息，那就是我美国真的会有所动作啊，避免中国大陆误判，这是他们一个主要的思辨方式。第二个呢，当然美国也很担心啊，在这样的一个模糊政策之下。万一哪一天等到中国大陆呢真的采取这个武力之后，美国再来思考我要不要表态，那个时候呢恐怕会变成一场大的一个灾难。所以现在主要呢这个模糊转为清晰，它的这个主要思辨是在这里。不过赖老师也讲了，长期以来其实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都有一个大前提嘛，这个前提就是他不会支持台独，他也不会承认台独。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他去支持台湾，当然支持台湾不外乎就叫你买军售嘛啊，买军售你要自己保护自己等等。所以我们再回到一开始我所讲的，美国这个 Blinken国务卿，那么他这个位高权重，他最近呢在接受这个《金融时报》的时候，不断的强调，你看他说什么？之前这个 Anchorage 在安克拉治双方的对谈不是不欢而散吗？不欢而散。那记者问他说：“那你学到了什么呢？在这堂课当中学到了什么？”
布林肯呢，他也就温温吞吞的他说呢，其实这就是两国之间的对抗性、竞争性跟合作性，也就是说呢，两个大国应该都有这个成熟度，可以看待哈这两个最大的这个政体呢，他们是一个既合作又竞争的一个关系。那么过程当中呢，他认为两国还是要增加了解，来这个减少误会，所以他讲了那句话，美国会一直支持一个中国。好，在这里想特别请教一下这个赖老师啊，所以在现在是怎样？现在就是说，这个清晰的也许会慢慢的从模糊往清晰的边边去靠拢，但是又不敢到签军事同盟那么的清晰。那么一个呢是希望借由这个方式啊，嚇阻大陆的武统，也嚇阻台湾的台独，双嚇阻，这是美国打的如意算盘。也就是说呢，你们两边都安分一点啊，回到过去他们的主轴，你们两边都安分一点。这台湾呢，就是我牵制中国大陆一个最好的一个棋子。对不对啊？而且台湾别忘了，台湾因为护国神山嘛，我们这个晶片呢，现在它的珍稀性等同于石油，太珍贵了，所以我们的台湾的战略位置整个现在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您觉得说这个美国呢，从模糊转为清晰，它的武统台独双嚇阻这个牌是有效的吗？一点都没有效，简直是蠢到极点。我为什么会对美国的战略学家常常会嗤之以鼻？就是说，怎么会有人类制造这么蠢的人？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就是在西太平洋，美国不具有任何军事优势。我再强调，在西太平洋的军力里面，美国不具有任何军事优势。美国自己本身的沙盘推演，用最严格的方式来做沙盘推演的时候，美国的海军、空军在跟中国大陆交战没多久，它几乎在东海、南海地方是全军覆没。这个道理很简单。我跟各位简单的分析一下，美国有两大洋，一个在太平洋，一个在大西洋。大西洋这个部分里面，它面对的是俄罗斯，所以它必须要把一部分的兵力调到北约来去对抗俄罗斯的问题，所以它就能够留在亚洲的兵力了不起就是1/2，好，算给它60%，也不过就是60%，而中国大陆在亚洲的兵力是100%。一个60%的兵力对一个100%的总兵力，以目前来讲，中国大陆的造舰的能力跟速度，跟它的建造的，还有它的这种各类型的导弹的对于海面的攻击能力，是美国所无法防御的。所以美国自己也很清楚知道，它在南海、东海它没有任何胜算。既然在军事上没有胜算，各位观众朋友，您想想看，那说我能够嚇阻中国大陆，这简直是笑话。这第二个呢？遏制台独，美国人来讲，其实他是在挑动台独，就是说，在我适当的时候，在我需要的时候，你搞一下台独；在我不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台独就暂停一下。美国人是认为是这样，可是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大陆是直接打台独了，也就不需要劳你美国的手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美国要打台湾牌，其实已经打不出来了。它的战略清晰，嚇阻不了大陆，而只会让大陆下定决心，我就是要把你台湾打下来，然后看你美国敢不敢介入。那问题就来了，也就是如果美国敢介入，那这个就是季辛吉所预言的，对，大家最担心的事情。我们待会要谈的。对，那如果美国不敢介入，而他又说他要战略清晰，他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在国际间的信用就扫地。更何况美国只要定出战略清晰的策略的时候，我刚刚讲的，中美断交，3个公报没有了，然后呢，美国的共和党会说，我们要你走那么前面了，那我们要你走到这么前面，你怎么走这么前面？美国的年轻人说，你不要给我恢复征兵制哦，你只能维持目前的募兵制。可是只要一旦战争，大规模的人的死亡，美国2次大战以后，除了韩战、越战以外，美国有几十年来，这20几年来，美国从来没有说一波的战争就死了好几万的军人。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您想想看，美国的后续战力根本不够。后续战力根本不够的话，美国怎么能够容许他这么大规模的人伤亡？这一伤亡，美国的国势就往下摔，所以美国根本不敢介入。美国不敢介入，装的要介入的样子，那不是就把问题搞得更复杂？那就变成让中国大陆说好，你要介入，那我们就来试看看，我就直接把台湾取下来。这不就是你要把清晰战略一定出来了以后，那就是台海之间的战端的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讲清晰战略的人，都是退役的官员，当他上任了以后，就不再讲。所以你看，民主党在野的时候，每天讲清晰战略，
一上台，坎贝尔就说我绝对不会介入了，没错。我不会介入。包括布林肯最近的话也是这个口径嘛，所以我们看到赖老师讲的没有错，就是特别是美国，他要保住自己最大国的位置，所以他不断的在进行一些试探，或在进行一些小小的语言上的一些挑衅哦。但是你看到拜登任内呢，从1月20号上任以来，美国的这个军舰呢已经这个4度通过了这个台湾海峡。当然，这个大陆呢，我们看到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呢，在1月份红线就已经画得严严实实嘛，台独就等于是这个会引发这个战争。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不管是战略清晰、战略模糊，他们的辩论，不管内部辩论吵得多激烈哈，但是赖老师讲的没有错哈，只要在任的。它的这个红线，你去仔细对照，跟过去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包括美国将一直支持一个中国，包括华府智库的中国专家葛莱有我们台湾非常熟悉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相信蔡政府哈知道美国调整政策可能会跟中国爆发危机，这不会是受欢迎的想法。”这个话也是讲得很直白哈。还有去年10月，Pompeo也算是一个蛮鹰派的人，他也说哈，美国不会改变对台的政策，也无意挑起这个军事上的一些冲突。所以也就是说呢，管你内部怎么吵，但是这个红线画得严严实实，因为赖老师刚刚讲，不管是韩战，不管是越战，不管是中东等等，美国前车之鉴，我想他已经无意没有能力再做出这样一个军事保证，让美国自己置身于险境啊。好，那么国际专家都认为呢，如果有什么会把这个中美啊从这个经济贸易上的冲突一路导致这个军事上的冲突，唯一有一个就是台湾命运。